因为布莱克的一句“我养你”，我莫妮卡，好莱坞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被迫成了全职主妇。结婚第3年，我独自在生育诊所接受试管婴儿手术那天，他在剧院看另一个女人的现场舞蹈表演。离婚时，他笃定我会后悔。可在我的最佳女主角颁奖礼上，他捧着玫瑰跪在我面前，说他想挽回我。我身旁的男人问：布莱克先生，你是想追我女朋友吗？我可不答应。今天是胚胎移植的日子，我一个人来的诊所。医生忍不住问：这么重要的时刻，你先生怎么不陪着来？我苦笑，他工作忙。医生叹气，生孩子是2个人的事，怎么能让妻子独自面对？我多希望布莱克能在身边，可他说最近行程太满，早就签了合同，违约要付巨额赔偿金。手术结束后，小腹传来针刺般的痛。我坐在检查室外的椅子上，给布莱克发消息：亲爱的，移植完成了，我们要有宝宝了，我好开心。我关掉聊天框，打开 Instagram， 输入 Blake， 他的粉丝主页上有粉丝最新发布的动态。在剧院看芭蕾舞剧，猜猜我在观众席碰到谁了？布莱克。合影了，开心。今天是追星成功的一天。配了2张图，一张粉丝和布莱克的合影，一张芭蕾舞票。我一头雾水，他抽不出2小时陪我来诊所，却有时间看演出。搜索票上的芭蕾舞剧名称，我发现首席舞者是伊莎贝拉·蔡斯，她是去年在一档舞蹈竞技节目夺冠的舞者。布莱克在某台晚会表演时，我在后台见过他一次，伊莎贝拉是伴舞之一。我的心像是被攥紧了。接着，我找到了伊莎贝拉的 Instagram 账号，她最新一条动态发布于10分钟前。她说舞台上发光的我让她着迷。配图是观众视角的拍摄。往下翻，她说这道菜叫执子之手。我不断下沉的心彻底沉到了底。这道菜是我在我们第1个结婚纪念日自创的，连名字都是我起的。布莱克缠着我教他做，他说以后这道菜由他来做，只做给我吃。现在他为另一个女人做了。我继续往下翻，他关于他的内容大约从1年半前开始。看着这上百条甜蜜日常的片段，我的手指在手机屏上微微发颤，视线逐渐模糊。我抬起头，茫然地环顾四周。左边的人拿着印满小广告的宣传册扇风，右边的人握着巴掌大的手持小风扇。也许是他们扇出的风太大，我起了层鸡皮疙瘩。晚上，布莱克竟然回家吃饭了。怎么不开灯？坐这干什么？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从诊所回的家，一直蜷在沙发上到现在。脑子里循环播放着我和布莱克的这5年，相识、相爱、结婚。布莱克俯身，手从我的衣摆下方钻进去，轻轻揉着我的小腹。温热的气息喷在我颈侧，低沉的嗓音在我耳边呢喃：还疼吗？打了10天的激素针，肚脐周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眼。我本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，但布莱克精子存活率低，自然受孕几率极小。我推开他的手，坐直身体，看着他的眼睛。他愣了一瞬，随即低笑。莫妮卡，怎么了？谁惹你不高兴了？这么严肃。芭蕾舞剧好看吗？什么？他眉头微蹙，显然没想到我会问这个。布莱克，如果你是真的忙到抽不开身，不来诊所我也可以理解。可事实呢？我在诊所里忍受胚胎移植，你在看演出。如果不是看到那个粉丝的动态，我是不是还要被蒙在鼓里？莫妮卡，这是个误会。我和助理在剧院附近谈事，等司机的时候看到剧院招牌，一时好奇进去看看，不到10分钟就出来了。他看起来要多真诚有多真诚。如果我没有看到伊莎贝拉的动态，我大概真的会信了他的鬼话。我可能还会因为怀疑他而产生愧疚。可我现在依然没有勇气摊牌，说我早就知道他跟伊莎贝拉的一切。布莱克和我是5年前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。他是新晋流行歌手，我是当红女演员。聚会结束后，
他对我展开疯狂追求。2年后，我们结婚了。婚礼上，他唱了特意为我写的歌。婚后，他依然宠着我，顺着我，让我很有安全感。可这1年来，他工作量增加，陪我的时间骤减。直觉告诉我，我们之间有些东西在悄然改变。我以为是我多想了，可现在呢？布莱克洗澡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弹出了几天前设定的日历提醒。晚上8点10分，收看老公的新综艺。作为布莱克的铁杆粉丝，他的新节目我一次都没落下。脑子很乱，可我还是打开了电视。游戏环节，布莱克输了。主持人起哄，要惩罚他唱歌。主持人想也不想，我要听我的浪漫是爱你。布莱克面露难色。这首歌不太符合今天的氛围，换一首吧。主持人一脸不解，今天是情人节，怎么不符合了？那是他为我们1周年纪念日写的歌，当时他在全国巡演。今天是我和莫妮卡在一起1周年的日子，我特意为他写了一首歌，我的浪漫是爱你。全场沸腾，坐在第1排听他唱歌的我，哭成泪人。主持人将话筒对准观众，大家想不想听？想。最后，布莱克还是唱了。我已经1年多没听他唱过这首歌了。记忆里，以前只要有人点这首歌，他从不拒绝。唱完后，还会开心地分享写这首歌背后的故事。那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。我听他唱了不下100遍，我怎么会看不出来，今天的他唱得有多敷衍？他唱歌时没有注入一丝一毫的感情。节目临近尾声，主持人说，布莱克今天还带来了新歌，我们欢迎他来介绍一下。我新写的歌叫《舞动我心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看着他深情演唱的样子，我的心揪着疼。那年那天，他抱着我说，布莱克这辈子只会为一个女人写歌，那就是莫妮卡。现在，他为另一个女人写了，还刻意避开我的那首歌，多讽刺。浴室门开了，布莱克围着浴巾走出来，俊美的脸，结实的胸肌，古铜色的皮肤，一如当年让我心动的模样。注意到我的视线，他挑眉，看入迷了。我连忙移开视线，指着电视，你出新歌了，怎么不告诉我？他僵住。我继续说，脸上带着笑，舞动我心，名字不错。我在笑，可心在滴血。他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。最近太忙，忘了跟你说，随便写的。我维持着淡淡的笑。哦，是什么事让我们大明星创作欲这么强？他摸了摸鼻子，看了一场舞蹈演出，突然有了灵感。舞蹈演出？突然有了灵感？他现在说起谎来，已经这么面不改色了吗？看着他走向卧室的背影，突然觉得他很陌生，完全不像我记忆里那个一撒谎就会结巴、耳朵会红的少年。第2天早餐时，他边吃边说，有个商演，我要出差3天。这么突然？经纪人刚发消息，我睡醒才看到。听医生的话，好好休息，不要走动。想吃什么，告诉帕克太太。我摸了摸肚子。我们的孩子现在在里面吗？昨天之前，我渴望有个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所有的针，所有的药，我都甘之如饴。可现在，我动摇了。